翼龙10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叫做隐形无人机，它在那个雷达的光谱上面，你只看到它只有1平方公尺的大小，相当于一只大鸟。这一款翼龙10无人机可以带到400公斤的炸弹 ，MQ9 顶多只能够带4枚地狱火飞弹，那个重量远不及这400公斤。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待在13公里的高空待一整天。那你不管什么地面上的贩夫走卒，都被它拍得一清二楚。所以说，我认为沙烏地阿拉伯这次建制了这样的系统。坦白讲，野心非常的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在军事上面消息，在中国大陆，我们来看到特别看到它的这款军事武器翼龙10B 震撼的出口，而且这一次买的是谁呢？是中东国家的土豪国家沙烏地阿拉伯，这一次一口气购买了300架的翼龙，改写了中东的空权版图。今天我们会来关心中国的军武是正式敲开了在中东的市场吗？好，先来看到是来自于央视最新的证实，现在呢，中国大陆的隐身无人机翼龙10B首度的出口买主就是沙烏地阿拉伯，它具有什么样子的一个性能呢？包括有隐身的设计，还有隐身的设计，还有远程的渗透能力，创下的2个第一。我们来看到这2个，第一个，中国首款出口的隐身无人机；第二件事情，它是沙烏地阿拉伯在空军列装的首款隐身的作战平台。那这一笔交易其实呢，在前年2024年就已经定好了，是300架的订单。当时推估，价格其实是蛮高的，一架1000万美元，还会再加上其他的服务，包括配套的这个弹药啊、培训跟维护服务，总价值大约是落在30亿美元的价格。这一次首次出口到沙烏地阿拉伯，我们可以说它正是中国大陆的军武打入了中东的高端空战市场吗？对于美国的目前在当地的垄断地位，是否已经造成了破口？干哥怎么看？好，你知道为什么他要下这个重本来买吗？一架1000万美金，它不便宜耶。它是一架无人机。我们要有一个基础概念，就是说，10年前我们买 F16的时候，那时候 F16一架才3000万美金。那你如果说现在，当然现在不止了啦，可能1倍了。可是你也会记得说，我们买凤凰专案的时候，一架 F16是3000万美金而已。现在这个翼龙10一架就要1000万美金，很贵了。为什么它很贵？那就是汲取了去年以色列跟美国在空袭伊朗的时候，那个时候所造成的结果。沙烏地阿拉伯真正觉得他们需要有一队无人机来帮他们挡住入侵，挡住谁的入侵？最有可能就是从伊朗来的入侵。所以说沙烏地阿拉伯它本来就已经有翼龙1跟翼龙2机队了，大家可能也许不知道，因为是秘密交易。沙烏地阿拉伯在好几年前就已经跟中国买了翼龙1跟翼龙2。那翼龙的前行的这种无人机，坦白讲一句，它只是一种侦察机。可是现在你看得到那个翼龙10B，它已经是重型无人机，它是非常大一架，它的翼展，几乎就是等于美国版的 MQ9啊，海上卫士式，我们即将要买，非常大一架。可是它在那个雷达的这个光谱上面，你只看到它只有多大？它只有1平方公尺的大小，相当于一只大鸟。当然你不能跟 F35或歼35比啊，它们只像一只瓢虫那么大。对。但是它已经像一只大鸟，已经非常小了，会被误判为是鸟而不是飞机。所以翼龙10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它叫做隐形无人机啊。我们对岸讲说叫隐身无人机，它是隐形无人机。它的制空范围有多高，你很难想象。我常常有讲，你看电影的时候，你看那个无人机《Eye in the Sky》，它怎么样用地狱火飞弹去找到目标，然后直接攻击。我们只是没有，就是我们大陆只是没有把它拍成电影给你看而已。它其实翼龙的能力绝对不会输给 MQ9，因为它的制空是多少？13500公尺，13公里的高空然后它用合成孔径雷达，它可以直接寻找目标。最重要的一点，它可以待在13公里的高空多久？20个小时，待一整天。那你不管什么地面上的贩夫走卒，都被它拍得一清二楚。它可以制空那么久，然后再加上翼龙10，它可以带武器。这一款翼龙10无人机可以带到400公斤的炸弹。其实这对于无人机来讲，已经是那种炸弹的上限了。为什么？因为像 MQ9 顶多只能够带
4枚地狱火飞弹，那个重量远不及这400公斤。所以说，我认为沙烏地阿拉伯这次建制了这样的系统，坦白讲，野心非常的大。因为为什么？因为他们要用隐形无人机的体系来去对抗他们可能会遭遇到的威胁，就代表说什么？他们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去做这件事情。当然，我们也很想知道说，就是应该要发布一些官方的影片，让我们看看说，翼龙在进行地面不管是主动的攻击或是被动攻击的目标移动的时候，它的那些真实的打击画面。我觉得这个应该要给大家分享一下。好，确实哦，这次一口气买了300架，被视为是一个体系化的建军。接下来对中东市场的影响，等一下请纪文总编带我们看。那我们也稍微看一下它的一些比较细节的性能部分。就是呢，我们来看到 CG 哦，它的雷达反射截面，低到只有0.1平方米。传统雷达如果锁定也很难被捕捉。那它的最大的载弹量400公斤，可以挂7种导弹炸弹。它可以续航力20小时，最大航程达到4000公里，而且可以做电子侦察、精准打击的能力。300架都买下来的话，形成了一个全天候的监控跟战场的压制系统。到底有多强？还有接下来如何改变中东的空战？纪文总编怎么看？这翼龙10B对于沙烏地阿拉伯来说，等于说它之前使用翼龙1、翼龙2为基础，那进化它的整个无人机机队。刚才这个干哥已经讲了很多翼龙这个10相关的性能。那其实我认为最重要的和翼龙1、翼龙2不一样，就是这一型这个无人机飞得更快，而且飞得更高，因此对于它的对手来讲。那不管是侦察或查打液体或执行这个攻击任务，在防御手段来讲，那可能这个挑战更高。而且大家注意到，其实沙烏地阿拉伯空军是在中东地区空军实力里面，应该说仅次于这个以色列。它拥有像欧洲的像台风战机，龙卷风战机，那也有美国提供的 F-15SA，那都算世界比较顶尖的战斗机或战轰机。大家就是想，为什么还要翼龙10B？这是因为它本身具备无人操作，还有整个运作的成本，其实比有人飞机要低很多。而且从之前沙烏地阿拉伯和胡塞武装的冲突里面，大家就知道，它损失了好几架翼龙1、翼龙2，也损失了 F-15SA。其实这种有人飞机被击落以后，飞行员被俘，对沙国来讲，这是一个很严重的损失。而无人机执行这种苦活或者危险性高，即使被击落，对他来讲，他的整个损失来讲，他认为综合成本要划算许多，特别是不需要考虑昂贵、珍贵的飞行员的折损。因此这样的飞机服役对于沙烏地阿拉伯，它未来运用针对周边的空中态势，它的整个工具更多，而且更为有效，可以大幅降低它的这个整个成本。无意中对于沙国来讲，虽然可能还是无法跟以色列叫板或者对抗，但对付像恐怖组织或者这种像伊朗、胡塞武装或周边有矛盾的国家，它无疑让它的整个空中力量更有弹性，效率更好。大石油怎么看呢？我觉得这个沙烏地阿拉伯用非美式的这个武器系统有它的考量。因为事实上的话。我前一阵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在电子业的他告诉我确认一件事：美国卖给你的设备美国的总部都可以让你停机，让你宕机，各种机械，包括我们这个晶圆的制造的这种重要的机械所以那这样子的话，那美国卖出来武器事实上美国就是说这个拥有它终端操控你这个武器。这个在它发挥的功能上美国是有最后的控制力。对，不管你信与不信起码在这个我刚刚讲的这种设备上，美国确实有的。因为就商业考量的话，如果说你买了我的设备结果你说挑三拣四，然后呢你在付款上不负责，你在付款上你出现迟疑的话，美国的总公司原厂。他告诉你说，那我让这个机械就停工了，停摆了。所以这个就是我觉得任何使用美式武器的人，大家都心里面有一个疑点。虽然沙烏地阿拉伯目前最大的假想敌不是以色列，
可是有些如果美国沙烏地跟以色列冲突的话，它那个大批的美式武器是不是能够还可以顺利发生功能哈？我觉得他们自己都没有把握。所以任何国家，你在美国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情况下，你使用另外一个国家的武器系统，对你来讲是一种安全的保障。是，所以我觉得他使用中国式的武器系统那么改换武器系统我觉得对沙烏地来讲的话是更有把握自己的武器在关键的时刻不会突然失灵。对，好，我们现在看到，所以中东国家表达了对不管是美国或者是以色列的一些不信任，所以选择了中国大陆的武器来分散风险。那确实，现在中国武器打进中东之后，以色列方面也有最新的动作。我们来看到，以色列现在正在加速的是扩大它的这个西岸的屯垦，那引发了欧洲跟中东在内18个国家强烈的不满。更敏感的事情是，美国驻以大使发表了支持大以色列的相关言论，那现在包括阿拉伯、伊斯兰国家14国同声做谴责。上次哥怎么看？我想，其实这个穆斯林国家，我们讲，其实跟美国之间虽然看起来关系好，也采购他很多的武器，但必须得说，他们这不是一个信任。首先，这个跟犹太人之间的这个部分的冲突，这个是几百年累积的部分的宗教冲突，不是一个美国的强大就能够说服的。而且国与国之间，与其说是信任，除非领导人有交情。它最多，其实它那东西不是信任，它是符合预期，比如符合战略的预期，符合一个整个情报的预期，这看起来像是信任，可是其实不尽然。我觉得沙特跟其他穆斯林国家也不太一样。首先，他可能跟全世界不因为有钱嘛，他买武器可不是像我们都在斤斤计较，人家看爽了就可以买，而且都知道现在在沙特本身的以空军来说，可不是见的都是他们自己沙特人，他们请很多佣兵来操作这些事情。比如同样胡塞组织来说，他买都是攻击性的，你沙特看他买的绝大部分采购都是以防御性。还是为它本体的核心，所以我觉得要特别看到说，现在在沙特的状况以及在中东的情势，确实要考虑现在中国的因素蛮特别，主要现在还不是军事，主要是现在在中国大陆最新统计，2025年已经有35万人就住在杜拜跟沙特这一带。然后呢，原先在整个新加坡当中，中国大陆最有钱人以前待在新加坡，从香港跑出来，这1年多来，就2025年全部都跑去杜拜。在那个地方购买房子等等，而且因为那边的税也低，而且人开什么法拉利什么的，新加坡那边都说有钱人中国你不要开法拉利，这边嚣张，可是在沙特都可以，所以跟中国的关系的紧密其实是很神奇，不只是军事，包括现在因为中国大陆新疆治沙很好，我们知道沙特已经派出 N 组的人去看一下中国大陆的治沙可不可以移过来，而且现在已经有专门的团队就在沙特做这件事情。好，金融我刚刚描述的部分有很大从新加坡迁移到沙特，包括治沙，所以还有军事这个东西，因为体系化作战，印巴战争之后都觉得中国这个体系化作战蛮有意思的。你觉得有钱的沙特不想买来用一用吗？对。所以我觉得单从这个心态，它可不是一般国家在规划思考买武器，沙特买的不只是豪气而已，他什么都想试。接下来我们要特别来解读是在2026年大陆很重要的一些空中战力它的战机上面的解析。今天会特别来关注，首先是2款的这个战机，包括了在新加坡封王的歼10C 跟歼35A 之外，今天还会特别来关注在骁龙现在在许多的国家销售都非常的产线开到最旺，那非常的受欢迎。那另外就是来关心的是印度它的国产光辉战机，则是43年磨成空啊，怎么回事？今天一起来做关心。好，今年的新加坡航展等于是一个全球的军工实力的公开对决。今天特别先来看到几款来自于大陆的战机，首先是在8-1飞行表演队驾驶的歼10C，它直接是在空中，当时拉出了一个高弓角的机动，完成了近乎实战等级的战术动作，让大家非常的惊艳。这是针对歼10C，再来歼35A 也有很好的表现，它站上了 C 位，对外释放大陆的5代半战机成型的一个讯号。再来看到的是骁龙战机，因为它低成本而且高可靠性的风评，让许多的国家跟着抢购。现在根据了解，已经有5个国家都已经下订单了，当中包括了伊拉克、孟加拉、印尼、沙烏地阿拉伯以及利比亚等等的国家都在排队要下订单。再来
来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的，除了大陆的战机我们做关注之外，就是印度的光辉战机了。其实从1983年代开始，它已经出现时间超过了43年，但是大家还记得吗？当时在去年的时候，杜拜航展上面它坠毁哦，所以它今年的阅兵其实没有出现。那么现在也发现了它的产线跟不上，供应链跟不上等等的问题。所以现在可以看出来2个完全不同的一个状况。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干哥怎么看呢？歼10C 这一次完成的这个高难度的一个动作秀的是什么？那我们也关心歼10C 跟歼35A 枭龙它的性能对于中国大陆接下来军武它的扩大出口外销有实质的帮助吗？好，歼10C 它本来就是一种讲究空中机动的高性能战机哦。它虽然不是最先进，也不是最强大，但是它在于这个低空的1对1的对战之中，其实它是讨得到很多便宜的。这就是为什么去年的印巴战争之中，歼10我们能够理解是巴基斯坦的歼10打下了那个法制的飙风战机。那这次81飞行表演队在新加坡进行的那个是最难的项目，叫什么？叫6机编队横滚。6架飞机一起编队，然后横着，但是一定有定向角度跟时间的。长机一声令下，跟着一起转，一起滚。最难的是长机要从后面去追这5架，追到最前面，所以他要用最大的半径，然后能够追到最前面去。所以大家就知道6机编队横滚，听起来就大家一起滚就好了嘛？不是，长机要从后面追上去。这5架飞机不能乱，所以你要知道，飞机跟飞机之间的间隙距离，那个是在训练之中，只要有1架不注意的话，全队就毁了。而且它还会面临很多问题，就是说你像我刚才讲的，因为它在密集编队的这6架飞机要编队，是比5机、4机或双机要来的密，就会碰到什么？会碰到尾流的问题。尾流是每一架飞机都会碰到前面那架飞机的尾流。我们在搭客机的时候也会发生，前面那架客机它还没有升空，你就准备要上去的时候，你会被它的尾流影响，严重的话你会坠毁，甚至爬不上去。那战斗机更可怕了，为什么？因为这么接近，它如果尾流去干扰到你的话，有时候轻你会脱离编队。重的话你会坠毁，所以尾流问题还有什么环境因素？什么叫环境因素？因为在新加坡从海上飞过去表演，在海上的话，常常容易遭到阳光的折射，所以81飞行队这次他们是面临很多技术上的困扰，还有什么低空风险？就是什么？你万一因为老实讲，你要表演就是低空了啦，它一旦出了任何问题的话，你改不出去，飞行员。最常用的就是改不出去就是坠毁一途，所以大家就看到说，这次81飞行队会让人家觉得说做得很好的原因，就是因为说歼10它完美的表现了这次的行动，所以说我是觉得说歼10在这方面的时候，其实老实讲一句，大概没有其他飞机能够做得比它更好了。好，这是歼10C，我们刚刚特别来做解析它的整体的战力。那我们也来看一下枭龙，因为枭龙刚刚讲了嘛，它最近卖得很好，5个国家都下了订单，但是它也有出现一些比较现实的问题，就是因为呢它是中巴联手一起研制的，那现在也出现的问题就是巴基斯坦自己的产线，它根本就是供应链跟不上需求，每年生产不到20架，那这个时候中国大陆会不会来出手帮忙提升它的生产力，也换取自己的地缘政治筹码？上次哥怎么看？好，枭龙战机当然众所皆知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那么协助巴基斯坦建立起了生产线。那么这时间其实是很早哈，那么最早第1架枭龙战机2003年就出现了，那正式在试飞是交机2007年，所以算都已经快20年前的部分的飞机了。那但是在这期间是这样子。虽然都知道是中国合作，但实际上你知道，一个战机之后要不断的改良、不断的优化，而这个部分来讲，其实还是巴基斯坦自己为主，因为中国大陆其实在那个时间点自己已经转向对于歼10战机系列的部分的研究跟改良了，就大家有各自的部分的路线，所以这当中虽然也有一些技术交流，但就生产线本身，北京当然还是有指导，主要是还是后面一些挂弹跟改良当中的一些电子相关系统是有摄入，但生产线本身的部分，其实北京并不见得还有那么多的助力跟主导性。不好意思。
斯坦很骄傲自己的枭龙战机跟自己的生产哈，而且20多年的经验了。要知道，其实枭龙战机主要为什么那么多受欢迎？仅价是9个斗哇哈，基本造价就是3000万美金，然后配备好多所有相关的弹药跟电子系统当中也大概才1亿美金而已哈。所以要知道，同等我们看先前的美国 F-16战机。这些都算是基本款啦，不是都是空对空的部分作战为主。F-16的话，基本款叫1.2亿美金呢，加上去就不知道更多了哈，所以才会受到那么大欢迎，而且它的空防表现各方面都不错。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件事情上来讲，我觉得巴基斯坦的主导性是有的。虽然可能北京的意见，特别是一些电子作战，特别是如果要跟北斗卫星有所谓这种体系化作战当中相关的话，那当然跟北京有关。但是呢，我觉得北京现在对于枭龙当中的有点像是怎么说呢？代理销售商吗？就可以展现中国大陆的这些武器继续在科技研发当中展现在国际。但要知道，现在其实中国大陆也在卖自己的武器哦，所以市场上当中有微竞争战。所以这里头也不尽然都是押宝在整个巴基斯坦的枭龙战机上，但这种灵活性或对所谓中国大陆武力，包括特别是现在在造空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战机的实质能力上中来讲的话，枭龙反倒是另外一个该怎么比喻？杨紫吗？不能这样讲，还是很好表现得非常非常好。大家看到亲生的跟杨紫都一样优秀，都两方都可以选择。好，这个是中国大陆它在造自己的一个军事的整体的体系，并且也做了军事武器上面的外销。那我们刚刚也提到说，来看看印度的战机，同样它也是生产了超过40年的光辉战机。刚刚提到它的2个问题，除了说它在这个航展上面坠毁，杜拜航展上面坠毁之外，还有就是供应链跟不上。再来另外2个重点就是它的发动机还是得靠进口的，还有它的这个雷达也是得靠外包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国产战机常常有很多的问题吗？介大使怎么解读？其实印度这个光辉战机哈，它最有名的就是它不断的出事，然后呢，不断的出现状况，听到的负评比听到的正面评论几乎是100比0，没有听到它什么正评，全部负评。所以呢，我认为光辉战斗机是世界战斗机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典型、经典的失败案例。那所以呢，这个战机是1983年成立项目，搞到2001年才首飞，然后呢，进入到印度的这个空军的入列是2015年，可是印度空军当初开的定的是200架，到目前交货跟在使用不到40架，所以印度空军应该是光辉战机的这个最捧场的客户。可是呢，印度空军现在使用的是这个标风跟苏30，他们不愿意用，原因是什么？不管任何原因，告诉你就是不愿意用。不愿意用的原因，我是飞行员，我天天飞一架那个常常会坠毁有坠毁可能机件故障的飞机，你不开玩笑吗？我今天我是飞行员的话，我绝对不会为拿我的生命开玩笑。所以常常很多自己国家发展出来的战斗机很多国家发展出来，最后都是本国飞行员不愿意飞，才让这个飞机最后就怎么样无疾而终。我们也知道还有一些对。那这个飞机问题在哪里呢？有7大问题。第一个，发动机到目前依赖进口，它是用美国奇异公司的发动机，它曾经自己想发展失败，现在根本就没有想要自己制造。前一阵子，这个美国跟这个印度讲说我可以技术转移，我甚至把机翼帮你生产这个光辉战斗机引擎的那个厂放到印度，印度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哇，对美国感恩戴德，就是它一个战斗机心脏是不是自己做？第二个，它的基本上载弹量跟它的这个航程都不足。为什么不足？航程作战半径只有500公里，载弹量只有4吨，太少了。因为这个飞机当时定位的就是属于轻型单发多用途的，它本身的这个只有13.5吨，所以这个飞机现在这个人家讲说，这个飞机是怎么样？
就是说还没有到达技术成熟，就已经面临过时，这个尴尬的一架飞机。是你搞了40几年，你都不成熟，可是问题人家飞机已经好几代出来了，你已经过时了，所以这是它一个很尴尬的。第二个，电子系统它都是什么杂牌货，拼装的。整合起来有困难，也是造成它的故障率比较高的原因。还有就是生产速度很慢，1年只能生产16架。还有呢，印度空军不捧场，然后呢，国际竞争力不足。这么烂的飞机，一架要卖到4500到6000万美元。对。然后呢，用户反应负面，所以这个飞机找不到什么优点。军事消息，赶快来看到中国大陆战机杀进美国后院吗？因为骁龙现在抢下了中东金主的大单。另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除了骁龙战机之外，就是歼20了。它现在会采用的是进化的 AI 系统。那西方的军火霸权开始受到冲击了吗？今天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其实2026年才刚开春，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军工已经先点火。今天会来特别关注到的就是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他们一起合作研发的这一款骁龙战机 JF-17骁龙战机，现在已经呢打出了一个外销市场的漂亮成绩单。来自于南华早报最新的披露就是巴基斯坦现在呢目前正在和沙烏地阿拉伯谈了，打算接下来用20亿美元的贷款来换取骁龙战机。除了骁龙战机本身之外，沙国还说他愿意再多付20亿美元来采购相关所需要的装备。到底骁龙的战力有多强？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它的小档案。它配备的是主动电子扫描阵列雷达，还有更好的一个涡扇13发动机之外，还有类似歼20所采用的这种飞弹进迫的警告系统等等。交易还没有敲定，但是华府的研究员已经先做了分析。他认为说，如果成功的把骁龙卖给沙烏地阿拉伯，那对于中国大陆来说会是一场大胜利。原因是因为传统上沙烏地阿拉伯一直比较倾向西方的国防客户，所以这一笔交易如果实现，对中国来说真的代表的意义就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那到底为什么中东大金主这时候要突然间转向大陆的 Block 3版的骁龙，战力到底有多强？如果真的买了，这个实质上面的意义，委员又怎么看？对，大家都知道骁龙战机是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的成都飞机集团合作生产出来的哦。那么我们从最近这个中国大陆央视所公布的有关于骁龙战机的这个 Block 3哦，它的这个升级版的一些相关的功能可以看得到，它进入了 Block 3的这个升级版之后，其实有很多的战力都大幅提升了，包含了它具有这个什么超视近距作战能力的。这个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哦，因为有这样的能力，再配备它的这个所谓的超视距哦，就是超远距离的空对空的导弹的话，它就完全可以做到射后不理了啊。那么这个其实当时我们看到的，在这个印巴战役的时候，其实骁龙就已经达到这样的一个功能了。只是当时的所谓的射后不理，可能是几个整个作战系统的整体的这个协作才能够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的骁龙的 Block 3升级之后，它就可以做得到了哦。那么原因是因为它装了一个我们现在看到叫做这个新型的叫做有源相控的阵雷达哦，用这样的雷达做到了这样的效果。而且从央视所公布出来的这些资讯就可以看到说，新款的这个骁龙战机哦，它可以倒过来飞哦，低空倒飞12秒，而且非常稳定哦。那么这些东西都代表了说，骁龙战机除了它可以射后不理，它有这个超视距空对空作战能力之外，它也可以近距离缠斗啊。那么当然在这样的过程当中，骁龙的这个战力大幅的提升，对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就会提高了嘛。我们看到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看到的是亚塞拜然，看到的是缅甸，看到的是奈及利亚，都有考虑要采购。那特别大家关注的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原因，是因为沙国长期以来就是仰仗美国。那么我觉得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这也不意外哦，就是因为他总有一些唇亡齿寒的感觉嘛。他看看中东的这些国家是怎么对美国修理的，美国说要修理就修理了啊，说要飞过你家领空，这个去攻击别人，他就飞过你家领空了。然后呢，所以对沙烏地阿拉伯来说，虽然这个时刻啦哦，他说你说那个 MBS 跟这个川普的关系还不错，但是谁知道以后两个人中间会不会有摩擦呢？所以对这个沙烏地阿拉伯来说，他当然现在要做的是什么？就鸡蛋不要放在一个篮子里了哦。我过去仰仗你美国，我所有的军事装备都靠你美国，然后你美国在我家还有军事基地嘞。那现在看起来，我说美国已经从
这个加勒比海的海盗做北海小英雄，马上就要做阿里巴巴40大盗了，就要杀进中东来了。那难道沙烏地阿拉伯不会怕吗？他不会担心哪一天美国看上我的石油怎么办呢？那在这个时刻，我认为他做一些风险分散是一定的嘛。那骁龙的价格合理哦，然后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又可以分散对于美国的这个军事装备的这个依赖哦，那么当然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可对中国大陆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讯息哦，就美国长期以来是用军事装备去绑架他的盟友的。就你听话，我就卖你好武器；你最听话，F-35卖你哦，你不够听话的不卖你了。美国就玩这一招啊。所以今天如果中国大陆的军事装备达到了一定的水准，成为大家都希望采购的对象的话，他一样可以用他的军事装备去武装他的盟友，甚至他一样可以用军事装备去结合更多的这个盟友，去交更多的朋友。好，所以我们看到骁龙卖到给沙烏地阿拉伯的话，沙烏地的目的是要分散自己在地缘政治上面的风险。那其实骁龙还卖到除了中东国家之外的外销订单，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东南亚的印尼。过去印尼的态度也是一改再改，这个时候又选择要买大陆的骁龙，还有它的攻击型无人机，目前是正在谈判当中。印尼的国防部长跟这个巴基斯坦正在谈，那最高这个交易规模可能会有40架。那我们刚刚说了，其实印尼的态度过去一直在改，是因为他之前本来是要买歼10C 的大陆的歼10C，那取代掉美国的 F-15跟俄罗斯的苏35，但是后来又反悔，现在又说要买骁龙，到底为什么态度一改再改？那骁龙能不能真的取代，甚至是打败刚刚讲的，不管是 F-15美国的，或者是俄罗斯的苏35老牌强权呢？苑老师又怎么看？我前不久的话呢，到了成飞公园，在这个骁龙飞机前面拍了一张照片啊。今天我都没想到，今天这张照片用上了啊，大家可以看到，跟那边在讲的，跟我刚刚给干哥看的一模一样。我跟大家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你到了成都去的时候，一定要到成飞公园里面去看他们坐的飞机，里面可以看到歼20，也可以看各式各样的无人机啊，那是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还可以看到这个骁龙的飞机。那它的模型放在那边的话呢，它表示它技术非常成熟，而且的话呢，我这边强调这个军火工业的买卖问题是非常特殊的啊。那军火工业的话呢，它的买卖它的魔力性是非常大的。然后军火工业的话呢，它里面的话这个国际性是非常重要的。那军火工业当中买枪买子弹那个不稀奇，战斗机是特殊中的特殊。所以大家要了解这个骁龙本身来讲，在这边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用到了 PVD-17，用到了这个歼20的这个雷达的系统，然后用到了这个涡轮13的这个发动机，然后呢还有他们在强调这个使用的这个飞弹迫近警告系统。那这一些的话呢，都是属于它不断摆在那边，技术不断的更新，不断的改进。那刚刚问到问题说，印尼为什么原来想要买歼17？原因就是因为去年的5月7号，那巴基斯坦的话呢，就把那个法国的飞机干掉好几架，那就是想要买。后来又没有买什么呢？因为各国干预嘛，这个非常敏感的。你买人家的系统，买人家的飞机，你将来的零件靠谁？你将来的军事上的部署靠谁？你要靠谁来训练？你的飞行员在哪里？像巴基斯坦是号称8铁，那不是开玩笑的。那个女飞行员的话，她本身就连印度的飞机都没看到，她那个雷达一按，啪，飞弹一出去，她那台霹雳15就已经打成这个样子了。那所以说，目前为止，骁龙的话呢，各式各样的装备往上，而且我觉得大陆本身要发挥这个影响力，在印尼跟在沙特都非常具有意义，因为基本上都是从美国的势力范围底下挖根了。好，我们刚刚看到的是骁龙现在在外销上面创下了一个非常好的成绩。那第二个我们要来关注到的是歼20了，这一架战机，它现在迎来首飞的15周年，并且在它的战力上面，它的战力上面有非常多的升级，一共是2点。一共是3点。我们先来看到第一个升级的是它的 S 型的进气道，直接可以遮挡住它的发动机的叶片，内部还有这种吸波材料，可以专门吞掉雷达反射，这第一个。第二个是它采用全球首创的隐形压式布局，那潜翼在飞行时制造这种脱体的涡流，就像一群小旋风，可以提升它整个机翼的升力。最后是歼20，它接下来还会融合 AI 协助飞行员可以整合这种战场资讯，做到及时判断威胁，而且是越来越能打。华干哥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升级？好，其实歼20哈，它最近已经推出了歼20S，S 是什么意思？双座战斗机。双座战斗机最大的这个意义是，第一个它可以训练高阶飞行员，第二个是后面的那一位飞行员，他可能要做很多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他会成为电子作战官，也就是说，驾驶员之外，电子作战由后面的那位飞行员来承担。
代表什么？代表技术的突破。我们先讲一下什么叫做歼20的态势感知，也就是说，当飞行员坐在座舱里面，以前在2次大战的时候，我们都是要把座舱拉开，飞行员看看敌人在哪里，敌人在哪里。其实你坐到歼20的座舱里面，你还没有起飞的时候，它就像科幻电影一样，它已经都布满在你的抬头显示幕上面。比如说，东方200公里处有美国驱逐舰1艘，西方有我们的这个盟友啊，巴基斯坦的1队飞机，高度、方位、风向通通有。你飞机还没飞上天，都通通已经有了。这就是歼20。所以为什么这种飞机不能卖？沙烏地阿拉伯本来想买你，我不能卖给你，为什么？因为这就是最高阶的态势感知。然后现在呢，又更棒了，为什么？因为你也知道，中国是 AI 大国，对不对？现在把 AI 一股脑的弄进去，为什么会有歼20 S 型？就是因为它的工作，其实坦白讲一句，第2名飞行员可以减少第1名飞行员，他只要努力操控这架飞机就好了。那第2名飞行员就是要负担前面飞行员做不完的工作，他要把它承担起来。所以现在出了歼20 S， 我是认为说那是技术的一大进步。我今天跨出一大步，我不是光是这种空优战机而已，我要处理很多电子资讯。你知道，其实这些我刚才讲的性能，在 F-35上面都看得到，都看得到类似。所以大陆现在急起直追，你可以感受得到，它已经快要追上了。因为我们不敢讲说可以跟这个就是说那个 F-22或 F-35平起平坐这件事情，我们不下断语。可是它有没有追上去？有，而且最重要的是，歼20有一个大家不太会注意到的，跟标风战机一样的特点，就是它有压翼。压翼是什么？压翼就是在主翼之前面的一对小翼，这一对小翼可以让在进行大机动作对抗的时候，两架飞机，我今天没带飞机来，2架飞机要对抗的时候，你要怎么改出？好，回到节目的最后一段，我们的话题要来看军武了。那么中国的这个武器研发跟军售呢，又再创佳绩了，因为中国成飞与巴基斯坦航空工业这2方联合研发并开发的这个 FJ-17枭龙战机啊，现在成功打开了外销的大门，卖去了哪里？卖去了非洲的利比亚啊，卖给了这个利比亚2大武装势力之一的利比亚国民军哦。那这份合约呢，虽然是巴基斯坦去谈下来的，大概有数十亿美元的一个大合约哦，但是也代表着这个中国的技术资源，还有这款 FJF-17枭龙战机它的性能是受到的认可的。我们想先请一下厉将军，是不是可以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款战机中巴一起来搞，它的优势在哪里？还有卖给利比亚开启大门之后，有没有像歼10一样可以获得好口碑，有望卖到更多的地方？这个利比亚哈，自从他们的之前的军事强人格拉费被美国干掉之后哈，利比亚国家陷于一个内战跟纷乱的一个状况。目前来讲，利比亚大概可分为2大势力，一个是在这个西边这边的。但是这个国民军是联合国承认的，另外来讲的话，东边跟南边的这个政府哈是这个联合国并没有承认它，野路子。但是这个巴基斯坦是将这些武器是卖给东边的这个军阀为主哈。合理来讲的话，你这等于是这个违反联合国的规定，因为联合国对这个东边这个军阀来讲的话，它是采取武器禁运的。那巴基斯坦居然将这武器卖给他，但是也看出来联合国现在也是形同虚设了哈。你讲说武器禁运，那巴基斯坦去卖，那你一点皮条也没有，你也一点没办法，因为你如果说没有这种实力，你只是条约上面，那他们不遵守就不遵守。那这次我觉得巴基斯坦能够卖给利比亚这个枭龙战机，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代表枭龙战机哈，它在这个印巴空战之中，虽然说印巴空战并没有枭龙17，那是歼10C。可是它整个作战体系大概是一致的，所以有获得很好的口碑。我想也因为这样，利比亚才愿意跟他采购。那这款战机来讲的话，事实上是可以制空作战，也可以对地来做攻击。
它总共起飞重量可以到13.5公吨那么重，可以携带的武器总共有3.7公吨那么多然后飞行的速度可以到1.6马赫。当然，它总共有7个挂架，7个挂架当然可以携带的，包括空导弹以及空对地的导弹那我想说，对于利弊来讲，当然是非常重要。当然，这也代表说是不要讲说中国啦，我们中国大陆。我们都知道，以前武器输出国家大概美国或北约的这些国家才有能力做到武器输出那其实来讲，就是中国大陆跟苏联俄罗斯有这个能力做武器输出。那现在如果连巴基斯坦都可以做武器输出，我觉得这对全世界来讲是一大转捩点的开始。就连巴基斯坦，它从中国那边获得的技术的这种枭龙战机。都可以做到出口，那可见的以后来讲的话，对于中国大陆以后他们军用品的出口，那我想说更是一大利多。是，好，这个中巴的合作呢，其实不只是一起要造飞机啊，还有更大背后的一些未来的考量。我们来看到，根据美国陆军这个最新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2025年的军事与安全发展年度报告》呢，就指出解放军正在积极考虑要增加海外的军事基地了。那么这个中巴都称铁感情啊，绝对是大陆考虑建立基地的首选之一啊。另外很多地方也都被列入了这个名单，包括了安哥拉、孟加拉、缅甸、古巴等等一大堆哦。可以包括它的选址，不管是民族性还是政治差异性，其实都是蛮巨大的。那特别是解放军希望建立这个军事访问马六甲海峡还有荷姆兹海峡通往非洲、中东的海上交通线啊，所以这个共军期待打通任督二脉，那么巴基斯坦可以作为其中一个关键的穴位吗？刚才我们跟委员在稍早也谈到，就你认为现在解放军还欠缺了全球投射兵力，因为飞机要停要加油，航母要停靠，但他现在要开始部署更多海外基地，巴基斯坦也是一个好选择吗？巴基斯坦非常靠近荷姆兹海峡，波斯湾，这当然是一个天然的好地点了。但是它跟它的瓜达尔港的建设是有关系的。那瓜达尔港的整体的建设还在进行中，因为要做一个补给港比较简单啊，比如说在这个柬埔寨的云南港很容易作为补给港，要做又给军事港口要有战斗能力，那就是一个大工程了啊！你各种装备啊、各种设备啊、武器弹药啊，都要很齐备啊，不是说我随便找个什么安哥啊什么东西就可以做出来，而且意义也不大，就是你的战略的这个区块位置，对，是要做什么用的？那你比如说，你波斯湾对中国石油进口是有重大利益的，船怕被人家扣押等等的。那所以你在这个有意义比如说还有中国的商船怕被海盗拦截，在索马利亚附近的基布地，那有意义那可是就马六甲海峡的话，中国还要跟缅甸还要再商量一下，因为最靠近马六甲海峡就是缅甸，然后缅甸呢在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边有几个小岛，中国已经买下来了，不是买下，租下来了。然后未来会不会开发成军事港口，现在还不清楚但是因为那个安达曼海靠近安达曼群岛的北部那几个小岛中国是租下来了，但是安达曼岛本身是印度控制的，所以这里面可能还有一些战略的考虑啦。那如果是用缅甸本土的话，那也可以啦也可以啦。可是中国现在可能也不急啊，因为它航空母舰都还在训练，还在运转要跑到印度洋，所以印度洋对中国是很重要的。没错。那因为涉及到红海、苏伊士运河等等。那你说非洲呢？非洲基本上就是基于它中国大陆在非洲的矿产很多嘛，所以可能安哥拉很多是有考虑。那至于它这个美国报告说到古巴，对，不至于啦。哎呀，古巴是美国这么近，他不会让你过去的。这个有点夸张，对，有点夸张好，对啊。好，那我们最后来看这个巴基斯坦的海军参谋长这个纳维尔阿什拉夫他就表示呢，中巴的合作其实是方方面面，不止刚刚看到的枭龙飞机他们还合作一个叫做汉国尔级的潜舰。预计明年呢就要正式在巴基斯坦海军服役了。这艘潜舰的原型是谁啊？就是解放军的093B 潜舰，是原型生产。那巴基斯坦也是付了50亿美元，以下采购8艘，前4艘
中国负责建造，后4艘就开始要交接给巴基斯坦方面来组装，也算是一个技术有点转移的部分啊。此外，中国也为巴基斯坦海军打造了这个054 AP 型的护卫舰，然后在海军服役，获得了参谋长是高度评价哦。所以我们看到中国的军武科技从海到空都帮助巴基斯坦，可以说是武装到了牙齿上。那针对谁呢？我相信最大的苦主就是印度哦。所以看到巴基斯坦这样一直不断的跟中国武器合作变得越来越强，印度的心理面积现在应该很大了，老师。印度当然有压力啊，因为印度现在它同时得罪东西两边的2个国家，一个是孟加拉国，是现在的关系也很紧张；另外一个那当然就是巴基斯坦，长久的敌人啊。中国大陆跟巴基斯坦的这种铁杆子兄弟的这种关系很深了。你也看到了这个歼10C的辉煌的战果。那现在093B 这个核动力潜舰它攻击性很强的，而且也是中国大陆目前他们在使用的一个主力的那个攻击型的战舰之一啊。另外054这个导弹护卫舰也是中国大陆目前还在使用的。前段时间穿越公国海峡也就是054有的时候中国大陆的航母它会搭配055跟052，对，有的时候它是搭配055或者是054，或者是有时候就是055、0542艘，然后一个补给舰，那么去穿越大隅海峡，所以它是大陆攻击能力很强的。应该是64垂发我记得好像是64垂发，我记得应该是的可能还要再查一下。是，它是一个也是大陆所使用的主战的护卫舰，所以它的这个灵活速度是很快的。这样的一个战舰提供给这个巴基斯坦，而且协助它建造，这个意味着也就是说强化了巴基斯坦海军、空军跟潜舰的一种作战的制造能量当然会牵制印度了。印度当然哇哇叫了印度目前来讲，它的获得的来源，除了就是过去陆军的武器很多是从英国买的，然后它的海军的武器跟空军的武器是从俄罗斯买的。那现在它一直想打通跟美国购买这个战机，但是美国的这个情况都并不顺利的情形下，印度更想是自己制造。但是印度在自己制造战舰、潜舰、战机这个部分，甚至连航母都不顺利。